宇軒，我們最近關注中國都在說什麼？他們生育率出問題，他常講生不如死，生不如死，可以知道他們的新生兒變得非常的少。但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張圖的時候，我嚇到了，今天竟然出現一件事情，這個出生人口54669，這是人類哦，上面這個12411是什麼？這個是貓狗數量，現在貓狗數量比人還要多。結果我想說，好，這也沒有什麼，但是原來現在大家都在養寵物，養到一個。寵物竟然比人還高貴的養的。知道我們台灣人以前很喜歡講一句話，說有累的跟狗一樣。我跟你講這句話要嚴正的更正哦。以後呢是我們要講說累的跟人一樣，因為狗想說你什麼東西，我過得可比你好。對，為什麼這樣講？來，首先你看到這是所謂的生育率，為什麼？這是0到4歲目前的中國的所占的人口只有5469萬，但偏偏來上面這個紅色的數字已經呈現喇叭口直接的擴張了。哦，這個叫做12411萬，你不能講隻了，位毛小孩啊，總共有這麼多位，总共是差了3倍。因为你想想，狗的壽命、貓的壽命也大概12歲而已啊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他們現在為了照顧這些貓狗啊，無所不用其極。你在跟我開玩笑嗎？這是狗狗的小學，這個學堂，你講清楚啊！狗狗學堂4個字寫在後面，1個月要花53000塊台幣，而且你以為想說它是盤子對不對 ？No， 不對，因為它光排隊就要排將近好幾個禮拜，還排不進去。那你仔細看看這個狗狗教室裡面，我們再看一次剛剛那個背板，你看這是什麼？才藝表演。他的意思說，因為他們現在要選班長，所以你看哦，老師說起立，然後所有的狗都全部都起立坐下啊，全部的狗都跟着坐下。他們真的聽得懂哦。來，我們來才藝表演，來選班長嘍。然後馬上有狗開始幹嘛呢？來跟你拜賀狗拜年。我想說，這個老招去旁邊來，這只狗更厲害，我後空翻。各位，這不是 AI 哦，它是真的哦，這不是 AI 哦，後空翻。那甚至有狗幹嘛呢？來，我跟你拼了，它跟你倒立。你說這狗怎麼倒立？我跟你講，它真的有辦法倒立給你看。來，1、2、3，倒立給你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這狗的訓練有素，所以難怪他們1個月花53000哦，難怪我們花不起。後面還給你寫什麼體育課、音樂課、才藝課，各這樣的課。反正這種狗哦，18般武藝樣樣俱全。那怎麼來的？來，首先你要看它一天的早上。你看到這叫什麼？這是它的校車嗎？這叫保姆車，阿法專車接送。來，坐在那個。我都沒有坐阿法，這狗坐阿法。你知道嗎？那個狗還跟你說，什麼意思呢？溫度有點冷，所以把座椅調熱。角度再傾斜一點。然後來到辦公室之後呢，更不一樣了。為什麼？看這畫面，你知道這狗在幹嘛嗎？它在練瑜伽球。他在練瑜伽球，上瑜伽課。你知道為什麼我憤怒嗎？因為我前幾天去上健身教練課，然後我的教練也拿這個給我，所以我也才在練瑜伽球。你也跟狗練一樣的東西。對，我跟狗練一樣的東西，那我一樣要付錢。我人還不如狗，因為我的腳也一直在抖啊，因為它練足弓。所以我想說，哇，你看這狗在訓練它的這種四肢肌肉，我們講的左右的這種平衡度，然後訓練它的足弓，甚至是呢，來下一個你就沒辦法忍受了哈，狗躺在床上。那你想說躺在床上有什麼了不起？然後旁邊有一個人在秀他，要聽他。知道你在幹嘛嗎？他在跟他講睡前 story， 就是他睡覺要聽故事才能睡覺。睡前故事。對你有聽過豬聽莫扎特的，沒有看過有狗要跟他講。你看一本一本繪本都放在這邊。各位，我跟你講，我真的不是我亂講，這是他們的課表。你看專車接送，對，緩解家長的通勤壓力。早上7點半，對，就開始。對，這根本跟接小孩沒兩樣。對，然後呢，馬上跟你晨練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增加呢狗在清晨的時候這個活動觀感，入園之後還要檢查。來這邊開始離譜了。到了傍晚的時候要下課了嘛？狗狗 KTV、狗狗 TV 社交禮儀。他說呢，這是為了讓呢適度的狗之間要有狗之間的社交。所以你不能當一個孤僻的狗，你要當一個呢我們講了外向的狗，你要當一個很E的狗。然後弄完之後呢，再來，你看。放學回家了，然後家長一整排的，然後在那邊精心的把他們這些狗給接回去。那其實我看到這一幕，我很佩服，就是說，哇，這個訓練真的很好，因為像我都認不出哪一只。對，那狗會不會跟錯家長？這一只，不，這1個月花5萬多塊，這些家長真的很有錢。沒有錯啊，我講你小孩子上私立的也沒有那麼貴啦。再來更扯的是什麼呢？等到狗會長大成人嘛，那長大成人之後，我們要過一些成人禮。你知道成人禮像什麼？結婚。對，我沒有跟你開玩笑，狗要辦婚宴，而且呢，辦的婚宴也不便宜。高檔的婚宴哦，你知道多少錢嗎？便宜的要15萬哦，但1萬元到3萬元人民幣。貴的呢，最貴10萬塊人民幣。你知道為什麼要10萬塊嗎？要進行狗的婚紗，然後還有拍狗的寫真、狗的沙龍，還有狗的全程記錄，還有狗的專車，然後幫狗入洞房。反正有夠離譜，什麼事情呢都有狗狗特質化，甚至生老病死。你想說我狗總會養到有一天的12歲、20歲的時候呢，它會走掉嘛？走掉的時候來，也有狗的禮儀服務、生命服務。來，我念給你聽哦，這是它上面的宣傳內容。他說呢，包括40公里的上門接寵啊，總共價格呢，我們講服務大概9萬塊台幣，同時有儀容整理，就是狗躺在那邊，
都很安詳，然後他幫他梳毛，然後幫他化妝，然後把狗弄得很漂亮，然後呢，絕甲毛蟲潤英。那重點是呢，你還可以選墓地，你不要以為說墓地很便宜哦，墓地有夠貴，超級貴。它這個墓地哦要12萬台幣，所以你這時候你在對照來看呢，他們整個狗的經濟哦已經到了1兆4000多億左右的台幣。那反觀呢，整個他們的新生兒的持續降低，那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在研究他們的生活形態，發現90後。也就是我這個年紀的，大概有42%的呢，都寧願養狗，然後不想要養人。然後呢，80後呢，以及呢00後呢，我們講了也蠻高的，大概20%幾。所以在這個開口的狀況之下，他們發現中國的年輕人對於未來的這種生活呢，已經越來越不想。所以呢，當然越極端的時候，會產生一些很極端的案例。來，趙，你看到，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這你最爱的 LV， 這是 Louis Vuitton， 但是這是狗的 Louis Vuitton。但是呢，它不是一般我這輩子還沒有 LV， 它可以住狗窩的 LV。我跟你講，這輩子我也買不起這個窩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這個窩要230萬台幣。不是你認真？那230萬台幣。狗窩230萬，就現在看到這個。對，因為它的門窗是可拆卸式的，而且它有高級的通風以及定制名牌，然後相關的整個精品的皮呢，不是这個比中國的房子還要貴。中國房價不是很便宜嗎？有人去做對照哈，跟大家有什麼鶴崗啦哈，或者是說呢，在重慶區，這也不算是爛的地方哦。比的話呢，他們的頭期款大概等這一隻狗屋的價值。甚至是連狗盆呢都有64萬新台幣的，是什麼呢？Louis Vuitton 狗盆，就這一個，你有沒有看到？很像什麼環繞音響一樣。然後那個上面也是 Louis Vuitton， 下面也是 Louis Vuitton， 然後那個鐵碗呢都是不鏽鋼碗。所以看到這邊之後呢，拜託各位哈，再講一次，不要再說自己累得跟狗一樣了，因為連狗都看不起你。廷輝老師，我們剛剛講，這個生育率跟這狗的飼養數，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警訊在上面。為什麼不想生？非常簡單，我當人當那麼累，當狗當那麼爽，當然還有什麼樣？每天被中國給監控，我當狗不是很好嗎？說不定哦，這個狗坐在車上也是要被監控的哦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從4月1號開始哦，切記哦，如果你到中國大陸要去開車的話，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。有8大項的這個項目來講，你絕對不能犯哦。那為什麼呢？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引進更新的一套哦，也就是所謂的 AI 的技術，去辨識的這個所謂的道路上的天眼。對，因為過往來講，我們講中國大陸有天網系統嘛，它開始去辨別這個所謂人臉辨識。但是這一次的所謂的 AI 引入這個所謂的道路天眼的系統呢，是什麼呢？去抓出你過往的一些軌跡，過往的你這個本身來講的話，你有沒有一些壞習慣？對，特別是說最常見的就是在開車的時候，你常常會看手機，對不對？甚至你看地圖，你都不能把頭低下來，你只能往前看，你不能往下看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上面的攝像頭都會什麼去照到你在車子裡面的所有的形態，而且不要忘了哦，它其實是可以透視過去的。什麼叫透視過去的？如果說你的車窗哦，去用一些所謂的我們講說粘貼一些比較黑色一點的、深色一點的這個所謂的相關的這個隔熱紙的時候呢，它其實它根本沒有辦法防範，它還是可以照得到你。但是呢，這一次來講的話，你竟然不把這個東西用在什麼？去搞那些所謂的人口販子。對，就是你中國大陸遺失那麼多的小孩，你為什麼不用這套系統去找這些小孩？你反而要對付這些所謂的駕駛人哈？所以就這對他們來講的話，心裡非常不平衡哦。但是我們要看另外一個地方，那就是香港。香港竟然也引進了這一套類似的相關系統，但是他們名義作為什麼東西？就是避免這個交通阻塞啦，或是交通上面的違規啊，或者是什麼有些刑事犯罪啊。那所以呢，香港它計劃現在來講的話，有一個叫做銳眼計劃的，這個銳眼計劃從2024年開始推行到現在來講的話，基本上每年都超過2萬支以上的這個所謂的鏡頭呢，然後這個所謂架設在香港的街頭哦，那預計到2028年的時候，總共會有6萬多支的這樣的一個鏡頭哦，這個呈現在這個香港的街頭上面。所以香港6萬多支變成全監控式的。是，不過呢，其實這個苦的不是只有香港，也不是只有中國大陸的駕駛員而已哦。你知道連中國公務員他們要出國去的時候，還要叫他們去看所謂的線上課程。而這個線上課程呢，不是說你這個有興趣去看的哦，是什麼？是紅色課程哦，也就是要學習習近平所講過的話，還有學習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哦，你知道嗎？他們基本上來講的話，他們會鎖定你的手機，然後你每個這個所謂的課程來講，
至少要看12個小時。對，你不能按快轉啊！你按快轉的話，它直接把你跳回重新開始看。我要死守12個小時。對，你要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然後看12個小時哦。而且如果你不小心退出的話，重新來；你快轉的話，重新來。而且你看完之後還要去考試，你这個才能過關之後，你才能繼續擔任中國的公務員。對，所以其實不是只有這個公務員手上的這個手機在看而已。你看到，不管是在學校教室裡面，大家都要去學習習近平，比如說是20屆的四中全會所講過的話，還有15.5計劃的相關原則。所以等於說，中國它現在在控制這個，不管是人民還有公務員的思想來講的話，越來越嚴重。宏觀取材，釐清真相，犀利精準，深入剖析，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，不漏接。老時段，新氣象，我是鍾耀和，關鍵時刻2.0，全新出擊。